在印尼，有一位71岁的老先生，可以轻松套上20多斤重的舞龙舞狮道具，舞起来跟小伙子没什么两样，什么高难度的动作都是不在话下。那么，老先生宝刀不老的秘诀在哪里呢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《筑梦一带一路》。视线聚焦印尼。画面上这位正在敲鼓的，就是宝刀不老的黄柏老先生。在印尼，他被很多人称作是中国狮王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年过70旬，还有一身好武艺。更重要的是，黄柏老先生为舞龙舞狮贡献了毕生的精力。黄柏现在是印尼江夏堂龙狮团的总教练。画面上的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徒弟们。每天早上6点钟，黄柏总是会准时带领徒弟们在会馆里面练功。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教徒弟们如何在梅花桩上舞狮。梅花桩从矮到高依次增加，狮子呢要在高3米、宽14米左右的梅花桩上不断地做出一系列惊险的腾挪、扑跃等动作。黄柏说，训练的时候，队员们无数次地从梅花桩上跌倒下来，虽然是有保护措施，但是很多队员还是会因此而受伤。他跟我们有10多年了，他曾经断了手，断手，也是断脚，但是他不怕。kaki kamu juga patah ya? Iya, coba kasih. 他脚也是断了，但是还是玩了啊。黄柏祖籍中国广东新会，是出生在印尼的第2代华人。他从8岁开始就跟着叔叔学习武术和舞狮。1967年，印尼政府颁布了14号法令，禁止华人舞狮。就在那一年，黄柏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热爱多年的舞狮运动，而且还因为华人的身份被迫辍学了。不过，他却一直都没有放弃过舞狮的念头。那个时候，印尼发生了很多起排华事件，为了给华人们祈求平安，黄柏就偷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舞狮队给大家表演。我选到8月17，为什么8月17？因为8月17是我们印尼国家独立的日子，所以我选到哪个日子。如果哪一天有人敢抓我，表示他不爱国，我比他更爱国。我是庆祝我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独立日子。虽然以庆祝印尼国庆节的名义舞狮，黄柏没有因此而被抓，但是临时的舞狮队还是被很快就解散了。为了生计，黄柏不得不放弃了舞狮，和堂弟合伙开了一家五金店。后来到了1999年，印尼政府重新开始允许从事中华文化的活动，雅加达华人们就组织成立了龙狮团。黄柏的堂弟就找到了他，希望他能够做龙狮团的团长。不过那个时候，黄柏的五金公司生意也是正做得顺风顺水，他心里很清楚，如果他接下了这个龙狮团的团长，就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生意。最终，黄柏还是直接答应接下了这个团长。有2个电话响，一个说我要订这个东西跟我买货，一个说我要订你的舞狮。我说对不起，等一下我再打给你，我先讲舞狮。所以我放掉这个生意啊，可以说叫我的工人你来管，我一直管舞狮。就这样，黄柏的堂弟出钱，黄柏出力，成立了雅加达江夏堂龙狮团。黄柏想方设法地从广东佛山运来了锣鼓和狮子头。除了自己当教练之外，他还找来了自己的师兄弟帮忙。为了提高龙狮队的技艺，他还多次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请师傅。1年之后，舞狮队成员们的技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黄柏又有了新的决定，就是带领舞狮队参加国际比赛。我每次练我有在，比赛我也是有在，要鼓励他们嘛。而且比赛，尤其是去比赛舞狮，全部是讲华语，我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够讲华语的。今年已经是黄柏担任舞狮团团长的第17年了。
他和堂弟已经为舞狮团投资了近200万元人民币，光5000多块钱一个的狮子头就用坏了200多个。不过黄柏也带领徒弟们获得了2个世界冠军、2个世界亚军，其他的奖项100多个。黄柏说，这就是他最骄傲的事情。人家说你神经病，为了舞龙舞狮，你放掉你的生意，因为这个是我的爱好，没有办法了啊，所以放掉就放掉了。好在我们的舞狮成功了，我们得到世界冠军，他们知道我舞狮是我从小的爱好。